是不是可以使用 3D 打印機打印食品级餐具呢？ PLA 一句話概括就是加了穩定剂的锅巴。邊學邊試，生活志。今天我們講講 3D 打印機耗材的事兒，是不是可以使用 3D 打印机打印食品级餐具呢？我的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条件非常的苛刻。如果要达到食品级，要求所有参与 3D 打印的環節都不能產生有害物質。先說這個耗材原料顆粒要達到食品級，生產環節也要達到食品級衛生，不能滲入或添加有害物質。最後成品耗材也要達到食品级检測，最後還要料盤包装要食品级，不能有有毒物質滲入。然後到这裡才達到消費級 3D 打印機這裡，所有的打印鏈路要達到食品級要求，管線、傳感器、擠出機、熱端打印嘴、打印板還有空氣，打印過程中不能吸附有毒物質，不能混打。打過非食品级耗材之後，需要更換所有管線、擠出機、熱端打印嘴、打印板。打印嘴不能使用黄铜材質，黄铜材質在高溫會吸出鉛，使用不鏽鋼最安全。這一整套下來，有幾個人能達到？根本不可能。所以說，消費級、食品級 3D 打印就是一個伪命題。個人是沒有這樣的財力和精力去實現食品級的 3D 打印的。然後我們再說一下耗材類型。目前我使用過2種材質 ，PLA 和 PET 基的。先說這個 PLA 的 ，PLA 一句話概括就是加了穩定劑的鍋巴，這是我認為是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曾經也有人做過一個實驗，就是很早一批的使用 3D 打印機的人，打印的成品在經歷過7、8年之後，然後脆的就像鍋巴一樣。這個 PLA 的材質，它的主要成分是玉米澱粉加甘蔗等一些生物材料，所以說把它比喻成鍋巴還是非常貼切的。目前我使用的 3D 打印耗材最多的是捷泰技術這一家的，這個就是使用 3D 打印機打印的測試模型。我非常喜歡用这個測試模型，它大概是使用了7克材料就能夠測試出耗材的一些問題。我們首先看這裡有3個懸空的橫條，目前這個懸空是沒有問題的。包括打印的精度，這裡我使用的打印嘴是 0.4 毫米的，這裡就是稍微有一點拉絲的情況，可能跟這個耗材它本身的吸水特性有關係，它這個孔洞是比較大一點的，也有可能是跟打印溫度有關係。我用的這個是200度的，我寫有標識200度的，就是默認的參數，它是稍微有一些拉絲的。然後我把打印溫度給它調到了198度，調低了2度，還是這樣，還是有一些拉絲，幾乎是沒有改善的。然後再看一下它的懸空的一個情況，懸空角度10度一直到80度，基本上到達70度的話勉強夠用，80度就不行了。然後198度的也是類似的情況。我用的這個材質是捷泰技術的水藍色，這個料盤上面一共有這些的標識，現在我不太確定到底哪一個是它具體的出廠批次，很有可能這個是出廠的一個批次吧，這個可能是指定哪個拉絲機設備等的參數吧。我用這個水藍色的 PLA 耗材打印了非常多的東西，現在是那個一整卷我就给它打印完了。我打印最多的是这种洞洞板，還是可以的強度，但是這種打印的洞洞板它有一個問題，就是濕度比較高的話，你要是這樣豎立着，然後上邊還有一個重物在這掰着的話，它很有可能會彎下來，會變彎。所以這樣的洞洞板我一般都是直接用扎帶給它固定到這樣固定，用這個這裡有孔固定在架子上，然後這樣拉扯就沒有問題。不能直接通過只固定底部，然後上面不固定這樣去拉，太容易變彎。目前我使用這個水藍色打印了幾塊板，這是3塊，已經使用了有
1、2、3、4、5、6，已經使用了6塊，加上这3塊是9塊，每一塊的話大概是耗材是70克，還打印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小東西。這是一些洞洞板上邊的掛鈎，洞洞板上邊的掛鈎，我覺得這個掛鈎是非常的結實的，而其他的一些洞洞板的掛鈎或者其他的一些配件，它的那個關於这2個卡扣的設計就非常非常容易斷，它这個還是非常的結實的。這個它就是有一點問題，太厚了，你看它就是有點厚，它可能是標準的洞洞板，有點厚这個。不過你看從我這個去看，明顯的這個水藍色沒有這個，這是紫色淺紫色來的漂亮，光亮一些。然後我們再說一下這個淺紫色，這個淺紫色我剛開封打印了一些東西，這是打印的最大的一個東西，花了將近2天的時間。這是一個集裝箱式的底部部分，我感覺還是非常有質感，不錯的。這一卷材料我還是在75%的濕度的情況下，這幾天一直在下雨嘛，在這樣的情況下打開它的真空包裝，在這樣的湿度的情況下放置了1夜的時間才打的這個材料，但是可以看到它的打印質量還是非常好的，而且我沒有聽到打印頭那裡發出噗哧噗哧的聲音，它沒有受潮，感覺這種亮面的這種 PLA 的耗材吸水性更差一些，感覺這種普通的不是亮面的這種 PLA 的耗材，它的吸水性就稍微大一點了，容易变形。然後這個也是捷泰技術的，它的顏色是絲綢淺紫色，然後我就把它叫做批次號吧，這是它的批次號。然後這個是水藍色的批次號，我暫且叫它批次號。這個水藍色我已經完全使用完了。我為什麼選擇捷泰技術他們家的耗材呢？因為我發現他們家的耗材是做過檢測報告的，是做過檢測的，它有一個英文版的檢測報告，因為他們也是做出口的，國外的要求需要做檢測報告，然後我可以把這份檢測報告貼到這兒，16頁的長度 PDF 文檔，然後我用 AI 翻譯完之後，總的來說是沒有檢測出有害物質或者微量可忽略不計的。當然不是說它就是食品級的耗材，並不是啊，只是符合使用安全，符合 3D 打印的要求，非食品级接觸对人身體損害微乎其微的。這裡我把那個檢測報告通過 AI 給它簡單的總結了一下。然後第一類甲醛未檢出，然後顆粒物低排放極低濃度超細顆粒物也是行業推薦良好級別，然後總揮發性有機物 SVHC 相關有機物分類，這些，然後我又不念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後直接說結論吧。甲醛 PLA 耗材本身及熱熔打印過程中幾乎不產生甲醛，檢測評估結果均為未檢出，安全範圍內。顆粒物 PLA 屬於低 PM 釋放耗材，相比 ABS 等工業塑料，打印時產生的 PM2.5 及超細顆粒物濃度極低，總揮發性有機物如 DMF、溶劑、塑化劑等檢測結果均為未檢出，總質量分數遠低於 0.1%， 符合歐盟合格標準。然後他們使用的樣品進行檢測的是使用的 PLA 的黑色的耗材。黑色的耗材一般，我個人認為啊，黑色的耗材是最有可能添加雜質而不容易被人發現的一種耗材，所以說他送出的樣品也是有一定的參考性的，至少是他有這樣一套能夠生產出合格的符合歐盟標準的耗材的一些設備。然後咱們再說一下關於這些耗材的事兒。這個 PLA 的耗材怎麼去用呢？它目前最常用的就是把它打印成一些工藝品，比如說手办、家裡的一些裝飾性的花瓶啊、燈罩啊之類的。它的使用壽命，網上有人說是7、8年，
7、8年之後它就容易粉碎了，就跟锅巴一樣，它就是添加了稳定物質的一塊锅巴。使用 PLA 的耗材，你打印的话还可以打印这种没有卡扣的一些物品，比如说这个洞洞板使用 PLA 打印，它就还算结實吧，它就是容易变形，但是它也是相对结實的。打印卡扣的話非常考驗模型的品質，比如說裡邊的填充呀、填充結構呀，包括有沒有設計倒角呀，這些都需要考慮，很容易斷的，如果設計的不太合理，非常容易斷。然後再說 PET 機，這種耗材的話就是室內使用，滿足室內的基本要求，打印一些日常用品基本滿足需求，但是也是對模型質量有較大的要求，有些模型還是容易斷卡扣，它不是說不斷了，是相對於 PLA 不那麼容易斷了，它就是韌性比 PLA 好一點，基本上可以滿足在室內環境非暴曬的環境的使用。除了那2個 PLA 的耗材，我還買了他們家的這3種耗材，然後是一個原木質的一個色1812，然後還有一個啞光橄欖綠色1447，還有一個絲綢馬卡龍糖果色2188。這3個還沒有使用，因為我的打印機是單色的嘛，然後我就先不打開它們了。然後這個原木質的那個商家提示說使用的時候一定要保持乾燥，所以說這些耗材我就先不給它打開了，我就一卷一卷的去使用，基本上一卷的話1周差不多就可以打印完。當然是在我一刻不停的情況下，一直在打印這個洞洞板的情況下才能打印完。以上我說的都是針對我個人的這一段時間使用下來的一些真實體驗，這就是打印的一些效果。對於這種有證書的，大概率是比沒證書的用料安全，材料穩定，但是並不代表沒有意外。任何產品不會說是完美無瑕的，都有一定的不良率，只是有些會控制在比較低的區間而已，更不會出現使用回收料的情況。如果說你正在考慮換一換其他家的打印耗材的話，可以考慮捷泰技術他們家的。最近也是非常的忙，然後打印機前段時間也做了一次修理，如果對打印機修理比較感興趣的話，也可以私信聯繫我，之後我會發布出 3D 打印機修理的完整過程，看看這個 3D 打印機它的質量怎麼樣，適不適合作為入門的機型呢？我們又成功了，邊學邊試，你也可以成功。如果你沒有時間親自動手操作的話，可以關注邊學邊試生活誌，同樣可以增進生活中的動手維修能力。訂閱、評論、點讚和收藏，感謝大家的觀看，我們下期再見。3D 打印耗材 PLA 的，一共是5卷。PLA 原木質 PLA 水藍色 PLA 啞光橄欖綠色 PLA 絲綢馬卡龍糖果色 PLA 絲綢淺紫色。